Hello，Lucas 这里这个视频呢将会示范一个pop out 这个弹出来的一个讯息然后呢我们利用 cookie cookie 是在任何的浏览器browser 它一定会有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简单的来解释什么是 cookie 等于是浏览器它的一个记录器它里面会记录一些资料，简单的资料然后呢这个资料它会有一些的时间限制经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消失不见这个要看这个使用者他浏览什么网站然后这个 cookie 它自动会进去这个浏览器然后这个资料呢也可以被更改当这个使用者去拜访了一些相关的网站我们先来讨论一些这个弹出来的这个信息它的一些特点第一呢它主要是要说，如果有新的条款与条件它这一个pop out 这个弹出来这窗口就会跑出来因为之前的使用者他已经看过了现有的这个条款与条件了然后呢这个条款与条件呢它是可以被更改当然这个是属于管理层那边的他们可以去更改它里面的内容等下我会示范怎么能够更改第二呢这一个弹出来的窗口它当然它会包含一些重要的信息了然后它有一个我们讲 vertical scroll bar 我已经有开了在这里我看一下，等一下，在这个OK 类似这样子然后这里有一个 scroll bar， 这个就是 scroll bar 然后呢它是 mobile friendly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把它调整成为当做是那个假定说是那个使用者正在用手机来看到这个 pop out 的话 ，OK 我就把它缩小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design 就是说它会把全部的这一个我们讲它的宽度了它的 width 变成满去了剩下一点点的这个缝隙在旁边但是如果我打开的话，拉长它的 width 它就回去网页的那一种状态所以这一个我们是mobile friendly然后呢如果这个使用者他要关掉这个pop out 他一定要拉到最底因为这样子就被认为说这个使用者他已经看了全部的信息这个新的条款与条件他已经看完了这样子的话他才会看到这个 X 这个按钮它这个打叉意思就是说他要把它关掉这里呢它有显现说如果我关掉按这个打叉的这个按钮表示说这个使用者他已经接受了新的条款与条件所以呢这里这边也是有写了如果他打叉的话他就表示说这个使用者他同意他这个里面新的条款但是我现在不可以把它关掉了因为如果关掉的话它会更新它的一些资料的这样我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我现在不要把它关掉OK 首先我们先来看先去看这一个网址我们先看这个cookie 的 status 在这一页吧现在OK 我更新它往 F5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现在在 browser 它的这一个cookie 是空的但是呢在资料库里面呢它有一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资料其实是日期的这个20238月30号21点应该是晚上晚上9点还是10点然后40分然后04秒这个是说当这个管理层管理者他去更新新的条款与条件过后它就会有这一个记录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在资料库的等下我会示范给你看这一个当管理层他们去
更新过后哈，它这一个就会有所改变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试验哈，因为我要这一个观众哈，你们看得到哈，这一个 cookie 它的这个资料全在 browser 哈，所以我来到这一页哈。当然这个你不要管它，因为我刚才有试过一次哈。如果我现在更新它了但是这一个呢，它只会那30秒哈。我已经按 F5 了就更新了，所以我现在再按 F5，OK， 你会看到哈，这一个就是全在浏览器里面的 cookie 不过它30秒过后就不见哈，因为我这里已经讲了哈，30秒过后就不见。OK， 我们来看一下它不见了没有哈？看还在哈，30秒有点长再等一下，只是要先给你们看这一个cookie 它有这个时间限制 OK， 你看它不见了，因为超过30秒了哈。OK， 回来这里要怎么样让这个 pop 弹出来呢？所以这里 set 了一些条件哈。当然当这个使用者他需要去登入他的那个 account 他的户口这个我们讲 login .php 了他登入过后，他就会被转去另外一个file叫做 condition .php 然后呢，在这个file里面呢，他会执行几个任务呢？根据他的一些情况呢第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网页它的那个 cookie 它是空的如果它真是空的了它就会把刚才我给你看的这一个价值然后把它接过来，然后存进去浏览器，当做是一个 cookie， 然后呢会存在10年之后呢它就会被转到这一页因为它已经 login 了第二种呢如果是它已经有东西在里面了它不是空的然后它的价值呢，它是跟这一个资料库里面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一个网页它直接就会转去这一页了它就顺利的转进去这一个它要看到的那一页啦，这个 home.php 啦。第三种就是说如果这一个cookie 它不是空的，然后呢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话它就会被转去这一页就是 notice 会显现出来然后呢他们会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按这个打叉的这个按钮，它会更新它的 cookie， 然后这个新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资料从资料库那边拿出来的其实就是从这个了就是这一个价值它会拿出来，然后当做是一个cookie 这样子然后它会存在10年之后呢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1天2天3天1个礼拜1个月2个月3个月这个使用者他再进去这个 login 到 PHP 的时候由于这个 cookie 它的价值它的这个资料它是跟资料库的一模一样它的那个value 所以呢它就会根据这个第二种的情况就直接进去这个这一页然后他不会看到这个 pop-up message 他会看到这个 pop-up 除非这个管理层他再一次的去更新他的这个资料这个新的条款与条件这样子他会更改他资料库里面的那个日期这样子的话这个使用者他登入进去过后，他又会回到这个第三种的这个情况这样子的话，这个通告这个 notice 这个 pop-out 它又会弹出来了根据这里所讲的我做了一个流程表来解释这3种的情况就是这一个就好像刚才讲的，首先这个使用者他要去登入成功过后，他会被转到这个这一页condition.php， 然后在这一页呢里面的程式它会去评估这个 cookie是不是空的如果是空的
又怎样哈？如果不是空的又怎样哈？所以我们来一探这个实际操作哈。首先我先要讲这一个第二种状态哈，就是说它的这个 cookie 它不是空的，然后呢它的 cookie 里这一个value 哈，它的那一个资料跟资料库里面的那一个资料库，哎呀。是一样的，我转回去一下在资料库这个 cookie 跟资料库里面资料是一样的哈。如果是一样的，它就会被转去这个 home.php 哈。所以我现在先来查一下哈 ，OK， 我更新它我刚才已经更新了哈我更新了，你看它这两个。这价值哈，它的 value 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根据刚才所讲的这些状态它现在是符合第二种的状态它使用者如果登录过后，它就会被转去这一行。我们来试试看为了节省时间，我这边已经写好了它的这个使用者跟它的密码我就 login 所以它就直接进去就来到这一个 home.php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条件下一个呢，我要示范这第一种的状态就是说它的这一个 cookie 它是空的，然后它又会怎么样呢？但是呢，我必须OK， 我先登出一下我必须要把它这个浏览器里面的 cookie 洗掉我看我现在OK last 24 hours 我先洗掉一下 OK 之后呢，我们再来这一页OK，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cookie 已经被我洗掉了只有资料库它有这一个value 所以呢，现在它是符合第一种的条件所以我现在如果我登录过后，它会怎么样其实它会去借资料库里面的那个资料那个价值那个 value， 然后把它全程变成新的 cookie， 然后呢是10年之后呢，它会被转去这个 home.php 我们来试试看sorry 我按错了还是一样这个关掉先我这里也是写好了所以我现在就 login。它就直接进去这一页因为它符合这个第一种的这个条件我们现在要来看它的这一个 cookie 到底有没有进去所以呢，我们再次来到这一页好了这一页我就更新它所以你看它就一模一样的现在因为如果这边它是空的就会把这个资料库的里面的那个资料把它变成 cookie 然后全进去浏览器10年所以这个就符合了第一种的情况现在我们来做实验我们做实验第三种的情况它的 cookie 不是空的，然后呢cookie跟这个 database 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到这一页我现在我要把这一个变成新的 cookie 所以我就更新它我要这个里面的 coding 里面的程序要它跑OK， 我更新了之后，我再来到这一页OK 你可以看得到，在 browser 里面跟这一个资料库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要快点因为它只有3-4秒的时效所以我现在 login， 你就会看到，哎呀。好像我打错了，再来一次，这里好了OK， 这个应该是我密码打错 OK， 但是这个这个 pop out 它就出现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去了这一页因为符合第三种情况的这个条件它就会 redirect 去 notice .php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是 notice.php 之后呢。它显现这个 pop out， 然后使用者他一定要 scroll 到 S 然后要把它关掉所以如果我拉下来才会看到这个打叉因为这个按这个打叉它才会被关掉嘛之后呢，如果我关掉之后里面的那个程序它的 coding 它就会更新它里面的那个 cookie 之后呢它是10年下一步呢又会被转去这个 home.php， 所以整个过程就完成了所以我再来跟你们确认一下OK， 这一页
OK，sorry 啊，因为这个经过30秒应该是空的了哈，OK，真的是空的了哈，但是如果我现在，哎，在哪里了等一下这一页我按打叉打叉之后它会更新这个 cookie 然后会 set 10年OK， 我就来试试看，OK， 我打叉，OK， 它转去这个 home.php 就好像刚才讲的 home.php 之后呢，我再来去看现在它这个 cookie OK， 你看它这个就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它会存在10年除非像我刚才这样把它洗掉这样子下一次如果这个使用者他在 login 再登入他的户口他就会去到这个状态2了因为它的这个 cookie 跟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那一个 value 它是相同的所以它这个 pop 不会出现，除非这个管理层他会他要去怎样讲他去更新这个新的条款与条件这样子的话他才会有这一个新的资料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它这一个会更改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 pop out 它里面的内容是可以被更改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个部分我拿下来这里有些摘要是来解释它的一些特点关于这一个 online text editor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它是类似这个样子的所以第一个它的特点就是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啦，意思就是说你在这里所看到的等下就会同样的显现在pop out 那一个那个窗口第二呢，它有很多的这个选项给你，让你可以容易的去更改它里面的怎样讲我们讲它的一些 pattern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把它放明把它放歪或者是 underline 这样子看你们要怎么弄为什么有这个波浪形的这个红色的 underline 其实它是帮你检查英文的 spelling 像这个 sit 这个是英文字，所以它就没有这个 underline， 其他的是假的资料，它不是英文，所以它就有很多的 underline 第三它有跟这一个资料库挂钩所以现在你所看到的在这里其实是从资料库里面提出来的所以呢这个 retriever 之后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可以更改了或者是更新了最后一步当然是改好了之后就把它存起来我们这里有一个按钮save content 当你改完之后所以按完这个 save content 它会有一个 pop message 跟你确认说你这一个内容已经改好了然后已经被存进去资料库了下一步呢就会被转去这个更新好的这个内容呢这个条款与条件下一个是mobile responsiveness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在 PC 上面在电脑上面其实你在任何的这个 device 任何的这个工具比如说手机或者是这个 tablet 平板电脑你都可以做得到它这些会自动的根据改变这里加了一个excuse me 当你按完这个save content 它也会更新也会进去这个一个资料日期跟时间你所更改的这一个日期跟时间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那个是由于这一个在第三个状态我刚才讲的时候它会转换成一种的情况呢变成 condition 2就是我这里所显现出来的，就是说它的 cookie 这个会存10年，然后它的资料库
跟这一个 cookie 是一样的了啊。所以当这个发生的时候无论任何时候，在10年里面这个使用者他登入他的 account 他这个 pop up 不会出来他一定会直接进去这个 home.php 所以呢，刚才我有讲为什么这一行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有这个新的进去的过后等下它显现出来的在这一个这一面这一个它会改变吗？当这个改变的时候，它就跟那个 cookie 的 value 是不一样的当这个cookie 在浏览器里面的 value 跟在资料库里面的 value 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一个pop out 就会出来了因为如果管理层它有去更新的话所以就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要控制什么时候这个 pop out显现出来只要有更新只要有更新那个新的那个条款与条件，这一个 pop out 就会出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我要这一个save content 我们再确认一下这个是后面是12这个是之前的了所以我现在按 save content， 它有一个 pop out， 它跟你讲confirm已经改好，然后 save 的我们 OK 回去已经改好的之后呢，我再更新这一页你会看这个它资料库不一样了你看刚才是12，现在是24了所以现在就符合了我们的这个第3个状态所以excuse 如果我现在 login 就会看到那个 pop out 了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资料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试试看OK login 所以就出来了，所以就达到我们目的了这个视频到这里为止谢谢。